大家好，今天来读一篇文章。37摄氏度已成为历史，人类体温越来越低意味着什么？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朱莉·帕森内特和他的团队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，发现自19世纪以来，成年人的平均体温在持续下降，不到200年间下降了 0.4 摄氏度，从37度降到 36.6 度。1851年，一位名叫卡尔·温德利希的德国内科医生收集了25000多名病人的腋下体温数据，首次确定了人类正常体温为37摄氏度。这种说法一直延续至今。但是近年来，许多科学家认为人类体温在不断下降，37摄氏度已经成为历史。蝙蝠为何能把上百种病毒封印在体内？科学研究发现，原因很简单，蝙蝠的免疫系统强大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体温能保持在较高的40摄氏度。研究显示，体温每降低1摄氏度，免疫力就会下降30%以上；体温每升高1摄氏度，免疫力就会提升5到6倍。这么看的话，蝙蝠的免疫力大概比人类高几百倍，怪不得蝙蝠百毒不侵，还不会得癌症。为什么体温越低，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呢？众所周知，体温是和基础代谢率挂钩的，体温每上升1摄氏度，基础代谢会提高13%，体温过低可能意味着代谢不好。人体中有大约60万亿个细胞，血液的任务就是向这60万亿个细胞输送营养和氧气，并带走二氧化碳等废物。血液中的白细胞具有免疫功能，可以识别体内异物，并做出相应的免疫应答。体温高时，血流速度快，白细胞就能更迅速地发现体内异常，把病原体扼杀在摇篮里。反之，基础代谢率低，体温下降，血流速度放缓，白细胞的工作效率也随之变低。慢慢悠悠的白细胞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异物，即使发现异物了，也很难迅速召集其他白细胞来消灭异物，导致机体容易感染病毒和细菌，引发疾病。此外，白细胞不仅能抵御外部病毒和细菌的攻击，还能监测到体内的癌细胞，及时把癌变细胞杀死。其实，即使是健康人，每天体内也会产生约5000个癌细胞。只要有其中一个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，幸存下来，很快就会1变2， 2变4， 4变8，最终演化成肿瘤。据科学家推算，体温每下降1摄氏度，免疫力降低30%，则每天免疫系统可能会漏掉近1500个癌细胞，任其疯狂繁殖。可以看出，良好的免疫系统对外可以快速识别和清除病原体，对内可以及时监测并杀死癌细胞。但是如果体温降低，免疫系统反应迟钝，消极怠工，病毒、细菌、癌细胞就都有了可乘之机。现代人类的体温为什么会降低呢？最主要的原因，缺乏运动。科学家分析，人类体温在170年间下降了 0.4 摄氏度，近20年的下降幅度尤其大。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运动。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50年前，人们每天都要做很多运动。农村人要种庄稼或者放牧，即使是城市人群，也会每天手洗衣服，自己做饭，清扫房间。大家出门会优先考虑步行或自行车，闲暇时靠户外运动打发时间。然而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们好像越来越懒了。吃饭靠外卖，出门就打车，洗衣服有洗衣机，洗碗有洗碗机，扫地有机器人，随时可以躺在床上打游戏。
男生打篮球、女生踢毽子的校园场景一去不复返。基础代谢与任何外在活动无关，是一个人什么都不干的时候的自然消耗，而肌肉是人体内最大的发热器官，较少的肌肉意味着较低的体温和较低的基础代谢。一个肌肉含量高的人，即使什么也不做，也会消耗能量，而现代人运动量的减少，导致肌肉含量普遍下降。基础代谢下降，能量消耗就会减少，内脏脂肪增加，而内脏脂肪组织会分泌出超过20种不良激素，引起血管炎，还会削减胰岛素的功能，从而导致癌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一系列疾病。2. 无处不在的空调使体温调节中枢不再敏感。专家认为，除了肌肉质量下降外，空调导致的出汗困难也是现代人体温下降的一大原因。人们长期在空调屋中工作和生活，大脑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失去了接收刺激的机会，久而久之，体温调节中枢将对外界温度不再敏感，从而导致体温降低。3.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皮质醇过量分泌导致肌肉分解。此外，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、财务问题和家庭问题等生活压力也和体温降低有关。在压力状态下，人体处于应激状态，身体会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。但是，皮质醇是一种分解代谢激素，不仅会分解肌肉，还会促进脂肪储存，优先把脂肪存储于内脏。生活压力导致皮质醇长期过量分泌，一边分解肌肉，一边储存脂肪，基础代谢率一降再降，体温也就随之降低。体温每降低1摄氏度，免疫力就会下降30%以上。人类体温在170年间下降了0.4摄氏度，意味着我们免疫力下降，大大提高了病毒、细菌感染和癌症的发生率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通过调节日常饮食、加强体育锻炼、不滥用空调、放松心态、缓解压力等方式，从一点一滴的小细节中适当提升体温。好，刚才读了一篇文章，37摄氏度已成为历史，人类体温越来越低，意味着什么？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